你好，我是阿力，好久不见了啊！很多朋友都怀疑我这段时间不更新视频的原因是不是偷偷的去把这个胡子给剪了呢？那怎么可能呢？咱们说话要算数，对吧？那么狗狗币不到1美元，我这胡子是绝对不会剪掉的啊，请大家一定要放心。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啊，主要聊3个方面的话题啊。第一就是复盘一下咱们前面聊过的大行情的这个预测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聊一聊最近狗狗币的走势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啊，什么时候到1美元？那么第三呢，就说一下史币呢何时崩盘。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投资和赚钱啊，希望您呢高抬贵手啊，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啊这次狂暴的大牛市。那么先聊第一个话题啊，我在8月底啊和9月初的时候啊，我出了几期视频，分享了这个 Plan B 的下半年的这个预测啊。那么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啊，8月份呢是收盘的时候是47000。9月份收盘的时候是43000啊，全部都被他给预测准了。那么大家呢就纷纷的认为啊，10月份的63000呢是不是也会兑现呢？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比特币已经是55000了啊，那么距离63000它只有14.5%的这个涨幅了，眼看着啊它就能够上去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11月份的这个98000。12月份的13.5万会不会都会实现呢？那么我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那么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就是这一次比特币冲破5万美金，竟然呢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的注意啊，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那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那么一旦媒体铺天盖地的去报道比特币的时候啊，那么就是有人要出货了，他们要利用这个媒体的报道掩护啊，让散户啊忽悠进去，散户进去买他们，然后他们悄悄的出货啊。所以说目前这个55000的这个点位呢，我认为啊还是非常安全的啊，暂时是安全的。那么如果说真的从这个技术层面来分析的话，那么我认为啊，63000到65000啊这个区间呢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啊。我个人的观点呢认为，这个比特币在这个月呢会很快冲上65000，在63000到65000之间反复的震荡进行这个技术性的盘整，消化一下4月份的这个高点的套牢盘啊，因为那当时这个很多人是高点被冲进去的，被套牢在上面了啊。那么然后呢，在这个消化掉这些套牢盘之后，再往上这个冲锋啊，那么才会有坚实的这个基础啊。那么至于本轮牛市的高点在什么位置，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Plan B 呢说今年的年底的是13.5万美金，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只能说拭目以待。那么从现在到年底呢，也就2个多月了，对吧？那么这点耐心啊，大家还是要有的啊，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那么其实呢，我们频道的这些老观众啊，都已经体会到了啊，就是币圈呢，它像极了我们的人生，那是一样的无常，一样的无情。那么不一样的呢，就是币圈的速度呢，似乎是更快。那么我们在币圈呢待的时间越长呢，看待币圈之外的万事万物的态度就会越发的平淡啊，多大点事儿嘛，这暴涨暴跌我都见过了，大风大浪我都经历了。那么人世间的那点事儿，还有什么难得住我们的呢？所以说啊，说到这一点啊，那么我作为这个狗狗币的拥护者啊，那么也是见证了很多人对待狗狗币的态度的各种180度的急转弯啊。好的时候啊，赚钱的时候说狗狗币啊是救世主，跌的时候或者涨得不好的时候啊，说狗狗币是垃圾。那么其实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人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这个他们的心态。那么大多数人对币的态度呢，也是像极了他们平时对待别人的态度啊。那么最近狗狗币的热度呢稍微有一点上升啊。那么 AMC 院线的 CEO 啊，昨天晚上呢也宣布接受狗狗币进行支付了。那么这是狗狗币成为支付货币的这个一大进步啊。虽然说这个 AMC 的 CEO Adam Aron 他宣布了说我们接受狗狗币啊，虽然说是通过其他的这个途径进行了这个可以买他们院线的电影票，这是他们的一小步啊，但是是狗狗币支付的一大步。那么截止到目前啊，狗狗币基金会还没有最新的这个消息传出来，那么我们也不知道狗狗币基金会这段时间它到底在做了什么，哪些技术方面的更新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么特斯拉呢也没有宣布使用狗狗币支付，那么这些潜在的利好呢，随时啊都会出来，那么随时都会引爆狗狗币。那么大家需要做的呢，就是耐心等待啊。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筹码没吸够啊，我这个仓位还没有调整好，或者没有买够啊，那就买啊。那现在这个点位呢是非常恰当不，年底1美元的这个预期呢依然是没有变的啊。那么从现在到年底1美元还有这个300%的这个涨幅的啊。那么只要比特币不崩盘，那么狗狗币呢就有希望。而这个比特币啊，10月份还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利好啊。那么这些媒体没讲到的，就是比特币美国的比特币 ETF 基金呢，有那么4、5个吧。那么至少会有一个会通过审核，那么这就会更加能够引发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啊。总之吧，这个狗狗币的爆发呢，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啊。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啊，那么尽量的减少这个操作。好，那么我们说到狗狗币啊，大家觉得这个最近几天这个史币呢涨得更好啊，一周翻了这个3倍了。但是呢，在我看来，史币呢依然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那么我坚持我之前的看法，我之前提到过，史币呢一定要见好就收，赚到钱了赶紧跑，因为这个币的创始团队很是神秘。那么精确点讲呢，就是很有背景啊。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团队到底它的后面站的是谁。那么如果真的去细扒的话，那可能会非常恐怖啊！可能扒出来的这个后面站的这个大佬呢，会吓人一跳，也可能也会恐怖至极。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就是这个史币一出来，它就很多交易所上线了。那么最后竟然在 Coinbase 也要上线。那么最近几天呢，还甚至有传言说Robinhood 也要上线这个史币。那么这个币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一定是官宦之家的子弟，而且呢，一出生就被捧得很高。但是呢，话说过来，你捧得越高，摔得越狠。大家可以参考2013年出现的数千个这个杀猪盘的这些币那么目前你去看一下，还有几个活着的，对吧？那么当时是这个泥沙俱下，普通人家和官宦人家的这个币一并的出现，就连这个李笑来他都发币了。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杀猪盘呢，无一例外都是跌了99.999%。几乎呢就是没有了，归零了，那么再也没有起来过。那么很多人总是拿这个史币和狗狗币做对比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个狗狗币一出生呢，它可不是为了割韭菜而存在的只是一个笑话，只是为了嘲笑比特币而出来的。那么基因里面并没有说割韭菜的这种基因，但是史币就不一样了，史币是有很明显的割韭菜的这种杀猪盘的这种迹象，从它一开始的口号就能看得出来一二。那么他当时喊出来口号就是要杀死狗狗币那么请问狗狗币跟你一个新出生的这个史币何冤何仇？为什么你要杀死狗狗币呢？可是呢，话又说过来，你又杀不死狗狗币如果说你能杀死的话，也可以，对吧？没有一个币可以杀死另外一个币那么只有镰刀可以杀死一个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那么史币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狗狗币在支付的这个路上呢，是越走越踏实，一步一个脚印。那么史币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没有请问一下。那么现在没有将来呢也不会有那么对史币的这个未来来讲，那么只有死路一条。奉劝各位赚到钱的，见好就收我第一次在视频里面提到史币我说史币终将归零那么后来史币就暴跌了70%之多，而且我相信本轮牛市之后，史币就会暴跌99%，可能呢以后你再也看不到这个史币了，因为没有资金光顾了那么资金它到高点他们就跑了，然后剩下这些散户在风中站岗。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您的陪伴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一定要转发、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